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我们今天来录一期关于2026 Google I/O 大会中 Anti-Gravity 部分的一个视频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想过我会再录 Anti-Gravity 的视频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觉得 Anti-Gravity 会在 Google 内部被边缘化，并且表现出来的迹象也是有点类边缘化的迹象。但是在这次 Google I/O 大会中，我觉得 Anti-Gravity 似乎又站起来了，所以就有了这期视频。好的，跟大家来做一个快速的分享。首先，这期视频我们会涉及的内容是一共有3样。第一样是新模型 Gemini 3.5 Flash， 以及新的 APP， 可以说是一个系列的 APP， 都是围绕着 Anti-Gravity 2.0 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新订阅，就是 Google One 的新的 Ultra 订阅体系。好的，我们来一样一样的看。首先，关于 Gemini 3.5 Flash 这个模型，它很特别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价格，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说涨了3倍，就这么简单的理解。老的 Gemini 3 Flash Preview 模型的输入价格是 0.5， 输出价格是3，但是到了 3.5 Flash， 价格翻了3倍，输入价格到了 1.5， 输出价格到了9。然后先说它的优点吧，优点比较明显。首先是秉承了 Flash 模型的快速，以及它有出色的前端表现。在大家的测试中，觉得它的前端表现接近 Gemini 3.1 Pro 这个模型，这是它的优点。然后我们来说说它的不足，不足也非常的明显。首先会有严重的幻觉，然后他的行为就很奇怪，我甚至想用行为谄媚这个词来做一个形容。然后他有非常低的主动联网的这个欲望和表现，不会主动的去联网去搜索。然后很多观众都会戏称有一点豆包化的感觉。然后关于它的用途嘛，很简单，只推荐在 UI 设计中去使用这个模型，不要使用它去编程，也不要使用它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，因为它的优缺点特别的明显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有一些简单的思考。首先，我觉得值得期待的模型是下一个模型 Gemini 3.5 Pro， 它应该是 Gemini 3.1 Pro 的升级版。介于 Gemini 3 Flash 到 Gemini 3.5 Flash 的升级，那我个人觉得 Gemini 3.1 Pro 到 Gemini 3.5 Pro 的升级是值得期待的。然后关于时间，业内流传的时间是可能是在26年的6月会上线这个模型。然后关于价格，大家普遍都觉得应该会和 GPT 5.5 的输入$5，输出30，以及 Opus 4.7的输入5，输出25这个价格区间，差不多吻合吧。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疑问，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一个点。首先，Gemini 3.5 Flash 会不会降质？然后什么时候开始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评论区或者打在弹幕里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的 Anti-Gravity 系列 APP。首先，首当其冲的是最近很热门的 Anti-Gravity 2.0，它是什么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我用这个我们之前的，这是 Anti-Gravity 老的 APP 的一个截图，我在里面标出了1号位和2号位，其实就是一个叫 Agent Manager， 然后2号位打开，就是这个红框里的这个东西，他们把这个东西单独的拆出来做了 Anti-Gravity 2.0， 它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现在的 Codex APP。那么整体的用意也非常的简单，把这个 AR 的 Agent 的这么一个工具从 VS Code 里拆出来做轻量化，这样不需要做代码编辑或者什么的那些场景，就可以不用这么复杂，也可以更好的节约内存啊或者运行的资源。我想这是这个 APP 拆分的一个初衷吧。然后可能有的观众会说啊，那我习惯了用之前的 IDE， 就是能看代码也能编辑也能用 AR 的模式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并没有被丢弃，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 Anti-Gravity IDE， 就是我截图上的这样我们经常用的这个模式，左边是文件的编辑器，中间是代码，右边是 Agent 窗口，其实就是 VS Code，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改变。
然后关于这两款程序，现在是进行了一个区分。我这里提供的是 Google 的 Antigravity 下载页面，1号位和2号位分别区分了这两款程序，然后3号位和4号位是两款程序已经使用了不同的版本号进行发布。所以说只要按照你的需求下对版本进行安装就行了，这倒没有什么难的。然后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然后当当当当，他们给这两款程序做了2个不同的 log， 一个黑色，一个白色。好吧，很有企业文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还有一个新的 APP 叫 Antigravity CLI， 它是什么呢？它是 Google 准备用来替换 Gemini CLI 的一个程序。原来的 Gemini CLI 对多 agent 和未来的这种 agent 的趋势不能够很好的应对，所以用 Go 语言进行了重写，这是官方说的。时间是2026年的6月18日会正式上线，完成替换。但仔细看上面3个程序 2.0 IDE CLI 这中间应该有一些关联，我觉得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复用性，这个等到后面我们有时间再去测试一下。然后接着还有一个是 Antigravity SDK， 也就是说整个 Antigravity build 就是构建起了一个从 Agent 工具到 IDE 到 CLI 到 SDK 的完整体系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Antigravity 在这次 Google I/O 大会中得到了加强。然后这边给出一个小的提示，如果你最近会尝试升级 Antigravity 2.0， 无论是 IDE 还是那个 APP 工具，如果你出现了问题，就去删除屏幕上这2个配置文件夹，可以有效的解决很多的问题。前面是 2.0 的配置文件，后面是 IDE 的配置文件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Google One 的新订阅系统。没错，新订阅系统它来了。老的 Google One 订阅系统是这样， Plus 是8美元， Pro 是20美元， Ultra 是250美元。我们一直在说中间在20和250中间似乎缺了一档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新的订阅系统补上了这一刀。首先还是 Plus、Pro 和 Ultra， 只不过把 Ultra 拆成了5叉和20叉，5叉是100刀，然后20叉就是200刀。这个200刀应当是和之前的250很接近，或者稍微少一点。具体的数值我们来看这张图片，这是来自 Google One 官网的一张图片，我给大家标出了2部分区域，上面的那个红框是价格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，下面的这个红框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内容。首先第一个位置它写的是2叉，对不对？这个2叉后面有一个星号，代表说的是 Google AR 的 Plus 订阅享受的额度是普通就是 Free 账号的2倍。对，你没听错，8美元买到的是2个0元账号的额度，然后 Pro 账号的额度是免费账号的4倍，然后 Ultra 的5叉也就是100刀，它是 99.99 嘛，我们就说100，它是 Pro 的5倍，那么45就是20，等于是20个免费账号的额度，然后 Ultra 20叉就是等于是翻倍了。它实际上按照价格来说，它应该是10叉 Pro， 但是它这边给的是20叉 Pro， 然后它的那个额度是80个免费账号，就这么多，最关键的信息就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我个人的一些思考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，通过这次 Google 的 I/O 大会，我个人觉得 Google 还是有一些雄心壮志的，在 AR 这个领域，但是真的不太多。然后我们之前的预测关于 Antigravity 是否会被彻底边缘化的这么一个预测其实是错误的，在之前的种种迹象中都表现出 Antigravity 会被边缘化，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 Antigravity 没有边缘化，反而被加强了，因为无论是 2.0 的 APP 还是 IDE 还是 CLI 还是 SDK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然后未来的一个建议就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如果你需要做 UI 设计，能选的模型只有2个，
Gemini 3.1 Pro 或者 Gemini 3.5 Flash。我个人觉得3.5 Flash 可能会比3.1 Pro 更好用，因为价格更低，速度更快，设计效果差不多，那么适合我们这种多抽卡追求极致的这么一个场景。但是我们后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会去测试一下3.5 Flash， 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最后是我个人给的一个建议，因为频道的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是从 Google 的生态中逃出来的，而且是非常狼狈的出来的。那我就建议，如果你未来想再次进入 Google 生态去买订阅或者怎么样的话，一定要谨慎，1个月或者最短期的一个订阅一定是最优解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关于2026 Google I/O 大会的速览里，包括新的 Gemini 3.5 Flash 模型、新的 Antigravity 2.0 系列 APP 以及 Google One 新的订阅系统分享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 我正在录制 AR 相关的系列视频，如果有兴趣可以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